也许这一代台湾人要亲眼见证台积电彻底被美国带走的事实。本来觉得台积电核心业务一定掌握在手上，现在是真的成套班。最可怕的是青鸟还认为说这样可以保护台积电的安全。然后中央是什么？有利消美竞争，台湾都快被卖光了，他们还可以继续的睁着眼睛说瞎话。那如果照中央这说法，那我们干脆期待川普加50%、100%好了。为了当那个屁官，说的屁话都讲得出来，深绿青鸟逻辑。为什么一定要改变我的想法？一定要和阿公通敌呢？你甲改习近平呢？反正我70几岁啊，我可不要被改变我的想法啦。我可是要自由民主，打死不愿承认世界在改变。要不然还有一招啊，无啦，我跟你讲啦，迄种习近平唔对，亲像胡锦涛、江泽民安尼，敢有这恶质，叫人要出头嘛？你家己要出头，去美国讲，迄个应该的啦。要对台湾的阿爸，共产党来土匪啦，无啥物好讲的啦。我来讲无要紧，这件川普回来，讲啦，中国绝对会帮你啦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也许啦，我们这一代台湾人要亲眼见证台积电彻底被美国带走的这个事实。其实他已经带了一部分去了嘛。当年我跟大家讲个事情了，因为我有个学长在台积电，那时候就是有耳闻美国厂要建，那我说请教他，他就跟我讲说不太可能，就是这个是台积电的核心，这搬去的话，台积电怎么大赚钱啊？他靠赚钱就靠这个人才跟这个产业集成这样子。那后来有一次呢，他就跟我讲说，看来这次是玩真的因为那时候新闻还没出来说怎么突然变了？他说压力应该是非常的大，因为他的很多跟他同期的一家一家的这样到美国去，所以这是很恐怖的事情。就是他那时候跟我讲的斩钉截铁不可能会搬的事情，后面突然跟我说真的是可能要去。所以本来觉得台积电不可能核心业务一定掌握在手上，现在是真的就是成套班。最可怕的是青鸟还认为说这样可以保护台积电的安全，这群疯子是想把台湾害惨到什么程度？那他们觉得他们在保护台湾，所以我才讲很可怕的地方在这里。台湾这种认知错乱的这种情况，也使至于说目前台湾在面临这样的危机的时候，赖清德讲那鬼话嘛，5个手指并拢，鬼扯淡，他就是那个最大的一个坏手指，这是很恐怖的事情啊。而且更扯的事情是，那天我刚好看那个逆风的乌鸦发了一篇文啊，其实确实蛮感慨的，就是说我的感受就是，当美国对付所有人的时候，我们都可以说他是在对付共产党，可是当美国开始对付墨西哥跟加拿大的时候，青鸟怎么想的？青鸟想说没关系，大家都一样加税，所以我反而更有操作空间。疯到这种程度啊！然后呢，现在的一个问题是，他们依然还是相信这件事不重要，没那么严重。中钢为了舔赖清德的 LP， 川普加征钢铝 25% 关税，台湾反受惠。然后中钢是什么？有利消美竞争，台湾都快被卖光了，他们还可以继续的睁着眼睛说瞎话。那如果照中钢这说法，那我们干脆期待川普加50%、100%好了。那他的说法是什么？因为我们的产品在销美国的时候已经被课 25% 了所以这是抛出对等关税，反而对台湾厂有利啊！你以为是美国是白痴吗？脑子是有洞是不是啊？他现在说对等关税，下一轮台湾有补贴，加码关税可不可以？你知道新加坡在面对俄乌冲突的时候，坚定的在领土方面站对乌克兰，但是呢，在外交上不跟俄罗斯完全搞坏，依然不制裁俄罗斯。当时李显龙怎么讲这件事呢？如果我们不站对乌克兰，未来任何国家侵略我们的领土，我们那么小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们必须坚定的站在国际法这边，但是我们也不跟俄罗斯交恶，所以我们不会实行制裁，这叫聪明。该有的立场不少，但是呢，也避免怎样实际上的强权打到自己身上，这人家叫新加坡的方法。我们的赖清德那个智障25% 关税，他的中钢公司讲这种话的时候，如果是我第一层就重拳出击，把中钢董事长直接 fire 掉。你不跟所有其他的国家站在一起说反对加关税，你在那边好棒棒。为什么好棒棒？两件事嘛。第一个，舔美要舔得更有力嘛，绝对要无脑拥趸嘛。第二个，加了关税，中国也被加关税啦 ，UCCU， 就说台湾你也被加了，没关系，中国有加就好了，咕，好爽啊！白痴到了极点。然后我们看到赖清德他只会民主供应链倡议，就当总统都带头当反制言论的时候，你要怎么办？总统吹喇叭，经济部长跟着吹喇叭，半导体民主供应链怎么运作？郭智慧怎么回答？联手欧美日，你写的北七啊！川普是叫你把供应链搬到美国，你怎么跟他联手？联手把台湾搬空是不是？然后青鸟就说咕，好棒你看民进党政府只是爱台湾的政府，他们真的能够捍卫台湾。然后你看他怎么讲，台湾和美国在半导体科技业是互补的，美国专设计品牌通路，台湾在制造领域则为
强项，美国为互补。哦，是这样哦，是这样哦。那干嘛要亚利桑那厂？为什么要把台积电第4代最强的王英郎，当时廖永豪调到日本，王英郎调到美国去？为什么？你知道王英郎拼就这个台积电拼到头发都白了啊？那干嘛要美国厂啊？你国指会出来讲话嘛？国大炮。为了当那个官哦，那个屁官，说的屁话都讲得出来。那你看哦，赖清德说什么？民主供应链哦，那我们就多买一点吧，我们就多买一点吧。怎么多买？他说：“哎呀，台湾是美国半导体的重要大厂，2024年超过1000亿美元哦，创造40万个工作机会啊。近2年呢，对美投资台湾对外投资的40%以上，对中国占比也降低。美国已经是台湾最大的投资对象。废话，美国人明着抢台积电，投资能不变大吗？你做一个总统，你连因果关系都搞不清楚哦，人家。”不理他也没关系，对不对？他不是，他要派青鸟出征啊！你自己看这一波 ，Intel 因为营运的绩效很差嘛，所以今年以来都在跌嘛，其实已经跌了5年了。这5年来大方向都在跌，然后 Intel 从2月7号开始一路狂飙上涨啊，涨到最近稍微回弹修正一下而已。今年以来的高点。就是最近什么时候？2月13号，你赖清德要再骗多久啊？民进党已经疯了啦！民进党为了要拿到权力，已经没有任何的回头路了。想起前天呢，家中高人因为竹科还在建厂，认为 TSMC 会跟留台湾了，不相信全盘迁到美国故事，说我被认知作战。我跟你讲，不止你家高人，我家高人也会干这种事，也会讲这种话。哦，所以有时候你就觉得说天哪，每天的龟缸呀，然后他就觉得说你那个资讯不对呀，中国要崩溃了啊。然后你如果逼他逼急了，他最后跟你说：“我现在一定要改变我的想法，一定要阿公通知呢，你个加改哦，阿公通知呢，你个加改习近平呢。”不然最后一招啊，反正我70几岁啊，我可无要改变我的想法啦。我要70岁啊，我无要改变我的想法啦，应该处理啦。反正我来保证，我可是要一国，我可是要自由民主啊，我现在退休想法啊，可是那个对啊，真的啊，就打死不变啊，打死不愿承认世界在改变啊。没办法，你可以画多。我每次都跟他讲说，我才30几岁，方仔伟仔，30年后能够一样现在一模一样的生活吗？我就问你，世界会长得一模一样吗？那我们是不是要应对？不要啊，坚持不要。反正他就不管，反正我看不掉。要不然还有一招啊，啦，无啦，我跟你讲啦哦，迄拢习近平唔对啦，习近平哦。亲像胡锦涛、江泽民安尼，还有这恶质，叫伊要出头嘛？你家己要出头，叫也美国讲，迄个应该的啦。要对台湾的阿爸，应该知死的啊！中国本来就知死，共产党啊，土匪啦，无啥物好讲的啦。你看迄胡锦涛、江泽民迄偌好，这还有再加嘛？哈，还有这很多啦哈。川普哦，我来讲啦。顶届个将中国修理甲紧死死，也毋是拄着迄疫情哦，经济无好哦，到迄拜登比中国早去人毒死啊啦，到即摆也摇摆啦。我来讲无要紧吼，这件川普登来绝对的啦。我来讲啦，中国绝对会帮你啦。这个是标准的深绿青鸟逻辑。他们同温层很厚，他们聚在一起都在聊这个。